长条面团依照师傅多年练就手感，捏切分成一块块，10几年练功，不用上秤，目测一颗颗等量。算了算，太多人点这一道，蒸笼不够了。包子，帮我把蒸笼收回来啊！那2个给我收回来，还不够。一般我们都没数了，没那么严格。嘴上说没在算自己的小笼包有几折，却私下要记者看看，没到鼎泰丰规定的18折，但也有14到15折的功力。来自新加坡的宋师傅，为了挑战，也为了开眼界，曾经到鼎泰丰学艺。我最早在新加坡干了7年多去，我们也是负责上线开皮，感觉总体还是可以，但就是有点跟不上他那种。你说他的训练的感觉是不是？对。后来经朋友介绍，来到匈牙利进了唐老板的台菜餐厅，一待又是好多年。来时只带真功夫，但打着号称欧洲除了英国鼎泰丰之外第2好吃现包小笼包，闯出了名气。这边卖小笼包的也有吧，包子？现包没有。像我们这种是没有。特别就是说，这是布达佩斯最好吃的，特别多很多其他国家的华人会开车过来专门吃小笼包。克罗地亚、奥地利的一些华人、亚洲人会过来特别来吃这边的小笼包。你是特地过来？对，他们会跟我们说。那他们是说什么？这里是说就是这个最好，非常好吃。让我们去那边当地也开一家。台湾习以为常的现包现蒸，贵甘最来到欧洲大陆变成招牌卖点。筷子一戳过小笼包，眼睛先看到饱满汤汁，接着香气随着热气扑鼻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小笼包撑起了台湾餐厅招牌，其他菜色当然也得附上。川味牛肉面，再到粒粒分明蛋炒饭，经典台菜一样不少。餐厅老板张礼堂则负责在外头一桌桌招呼客人。How did you find our restaurant? My daughter wanted to eat some dim sum. Dim sum, I checked on the internet and we found. You live here? Yes, I live in the place. 别看唐老板熟络话家常，开台菜餐厅10几年，他却不是锅铲，对下厨一窍不通。民国74年开始做导游，环游过全世界，做过旅行社，投资过房地产，最终决定在布达佩斯落脚，开启跟家乡的连结。留下来开旅行社，已经32年在那边。最后决定做这个的原因是什么？老死带死啊！真的是做旅行的关系，你舌头也很刁吧？不会，我什么都吃，亏都肯吃，还有什么不能吃的呢？在布达佩斯待了30多年，唐老板讲话已经带有匈牙利人常见的悲观自嘲，很少见到老板说自家菜，最后却是以感叹作收。小笼包听说是整个布达佩斯最好吃，不只是据说是欧洲可能除了伦敦以外，可能是最好的小笼包。真的有客人这样跟你说？真的？那你还收过什么样的回馈？说过什么样的？收过什么样的回馈？其实不赚钱，回馈有什么用呢？唐老板语气尽是叹气，但30几年异乡奋斗史，每一步可都是积极进取。直到访谈聊起家乡台湾，他眼里终于闪过一丝自豪。要谢谢我们台湾大使馆了，我们台湾大使馆历任的大使都对我们很捧场的，所以台湾来的政要大使馆都会请来我们这吃饭。那台湾很多那个活动，我们也就支援他们了。好像前天不是我们这个餐厅因为人手不够，整个停业，全部到那边去支援了。捧场自己的国家嘛，对吧？我们不去捧场，谁去捧场呢？多年坚持道地的台湾味，除了是台湾驻匈牙利大使馆指定宴客处，闻香而来的客层早已跳脱华人圈。This is my daughter's favorite. Tasty kitty. It's okay. It's okay. She likes it. We found this one looked the best. We eat dim sum a lot. She likes dim sum. So how often you taste Taiwanese food specifically? I'm not so sure. Maybe a couple of times a mon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.
有尝鲜的，也有回访老客人。能在人来人往的布达佩斯市中心，台菜馆多年屹立不摇，自然以味服人。欧陆土地相连之变，一颗多汁的小笼包，让匈牙利周边国家的台湾人想家时，舌尖有了寄托。